神女在搞什么鬼？自己都拒绝了联姻，还这么热情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这么多好处，自己不留着白白送给他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不是舔狗，就是拿人当傻子。旋即直接回了2个大字：不去。你打错了一次设定，拒绝了荒天神女的邀请，奖励一次随机抽奖。提示映入眼帘，江玄呵呵一笑，这也算打破设定。恭喜你抽到了地处于玄光世界碎片中的真神遗迹的钥匙，附赠你一条消息：通往真神遗迹的通道位于荒天神教。白光一闪，江玄手中浮现了一枚古朴的神灵。此刻他一脑袋问号，自己拒绝了荒天神女获得的抽奖，然后你给我抽一个真神遗迹的钥匙，你搁这碗闭环呢？我他妈信都寄出去了。江玄心里满是吐槽，我怀疑金手指在搞我。而就在此时，万丈天地忽而扭曲，万里祥云涌来，散落江家神山。一声惶惶的啼哭声陡然如天音炸响，神圣的异象惊动了江家各方强者，甚至就连沉睡在祖地的老怪物都纷纷睁开了双眼。是神谷，江家后人终竟诞生了天生神谷的妖孽，若无意外，顺利成长起来，必然可以登临真神之位。族老及众长毛脸色都洋溢起了激动的笑容，先有江玄少尊，后有天生至尊，无之一脉何愁不能崛起？你这一脉出现了天生神谷的足迹，被誉为天生至尊。提示映入眼帘，江玄顿时有些懵逼，天生至尊神谷半生，还是我的族底，这剧本为毛有点熟悉。下一刻，江玄双眼瞳孔剧烈收缩，夺骨卧槽！江玄迫使自己冷静下来，自己的血脉马上就要提升到90了，根本无需神谷，族内不至于犯傻做出这种蠢事吧？再多想，江玄继续沉下心灵岛体内血脉能量，有火翼和剑意加持，这让江玄看到了打破极致铸就无上道基的可能。3日之后，血脉提升完毕，我无尽天地规则落入江玄体内。宋府之外，江家神山之上，天穹裂变神词再现，可脉族老纷纷走出，无不一脸复杂和震惊。短短5日，血脉可以返祖2次，这他喵什么妖孽天赋？血脉浓度起码得有90了吧？纵观江家100万年历史，血脉达到90的妖孽也只有寥寥数。这几日，江家的天骄已尽数归来，足有数千位之多。此时，他们凝望天穹江家神祠，惊骇莫名。这么恐怖的血脉浓浓，足以在几日之后的祖地试炼中横着走。他们特么拿什么争啊？4尊之一的江北望着天穹沉默。良久之后，周身煞气冲霄而起，纵你90血脉浓度，你的修为不如我，依旧只能败于我的剑侠。江北面容真明显的有些歇斯底里。另一位少尊江乾坤同样不屑一想，虽然在历代天骄中90血脉浓度确实都可以直接成为少族长，但很不幸你遇到了我。他继承了阴阳圣地的一道古老的传承圣术，拥有篡夺阴阳的逆天伟力。如果真到了逼不得已的时候，他甚至可以用此术篡夺对方血脉。这也是他不顾道纪虚浮，强行将自身境界推到化灵巅峰的目的所在。凝望天穹之上的神祠，最后一位少尊江明浩眉头紧锁，一时间也觉得极为棘手，希望这位祖弟能安分一点吧。张灵好眸中掠过了一缕冰冷的杀机，天资不代表一切，没有崛起就有夭折的可能。此时神祠微微颤动，一尊古老神像大步走出，难言的霸道斗宠九霄，却是雷祖。江家震动的脉族老纷纷飞出，连忙攻神行路。雷祖是上古时期江家第一祖，随着时代江家遭逢一次旷古大劫，传承将灭，是当时的雷祖阻挡下了无数敌寇，护住了江家。瞬息间，雷祖便出现在了江玄的洞府之中，充满神似的目光如神月一般压在江玄身上。深沉的目光中闪过一抹满意之色，但这份满意中透露着丝丝诡异，因为雷祖的目光不像是在看着一个血脉后人，反倒像是在物色肉身。可将你的血脉纯度提升到93%，并且吾还有一世传承，可助你铸就不灭雷体，成神只是时间问题。江玄心中忽而火热了起来，只因系统规定打破剧情设定即可获得翻倍奖励，那要是直接拒绝雷祖打破设定，获得的奖励岂不是暴涨？雷祖直直地注视着失神的江泉，心中冷然一笑。200万年了，他足足等了200万年，终于等到了一位血脉浓度达到90的江家后人，他雷祖终于可以重生了。当年他以无双道几乎诱江家度过劫难，但也因那一战伤了自身道技，无法再追求真神至上的境界。直至寿元耗尽爆哈尔中，临终之际，心有不甘的他献祭了自身。李秘书将自身一缕残魂风印入了江家神祠之中，待到江家后人有血脉浓度达到90，引动神祠便会将他唤醒，便可夺舍，却是江家欠他的。他以自身道途为代价，忽悠江家不灭。血脉后人理应充当他的肉身，去撬助其众生，这一世无定可超越真神，走出玄天界。雷祖心疯如魔，内心狂笑。你若愿意，且放开视海，容吾进入。他许诺的秘术传承，相信无人可以拒绝。多谢雷道传导，但小子天资尚浅，恐无法承载雷祖传承。江玄还是独一手选择相信系统，先前拒绝了，都获得不少好处。雷祖脸色顿时冷了下来，你可知你在说什么吗？江玄顿时有些疑惑，为何雷祖会有这么大反应？虽不解，但还是一脸坚定地动。多谢雷祖厚爱，望雷祖无怪。恭喜你打破了一次设定，拒绝了无人能够拒绝的好处，否则你将被雷祖夺舍，成为雷祖重生的嫁衣。血脉纯度提升至93%，获得了完整不灭雷体雏形，比之雷祖给予的要强一半。启示映入眼帘，江玄脸色陡变，他还奇怪这老东西怎么这么好，又是秘法又是传承，原来是看上了自己的肉身。江玄一再拒绝，雷祖也恼骂，他就一缕残魂依托神祠而存，更无法在这天地间待太久。而且江家后人中血脉浓度能达到90，他等待200万年才等到这么一个，绝不能错过。雷祖面容狰狞，厉声冷笑，冥顽不灵休怪物了。以神像借助神祠的力量，雷霆之力封锁整个动物，防止气息外露被外界察觉。蓝魂则从神像中飞出，化作一道闪电破开防御。例如江玄视海，
江玄不过入神境，他执掌为道之意，足以强行吞噬对方神魂，将其夺舍。江玄视海之中满身雷霆的雷祖根本不废话，3000雷霆如银蛇狂舞，镇压江玄。江轩依旧沉着冷静，左手火道之意有出，左手一挥熊熊烈焰，瞬间吞噬雷域，右手剑意升腾，幻化一柄清风，大步走出斩相垒，一剑落下，剑气3000丈，雷祖残魂瞬间一分为二。可能这不可能，无法接受自己要彻底陨落的雷祖满面狰狞。你尚在入神境，怎么可能掌握两种道理？江玄冷淡一笑，丝毫没有解释的想法，将对方残魂碎片尽数吞噬。虽只是一缕残魂，但这毕竟是真神的残魂。江玄盘膝而坐，沉下心炼化能量。此刻他的周身雷霆涌动，磅礴能量快速的凝聚出一道道雷纹，涌入肉身之中。5日之后，江玄缓缓睁开神眸，一抹深邃的神辉一闪而过。只是一缕残魂碎片，居然用了我5天时间才炼化。江玄脸上闪过一丝无奈。如今他的血脉纯度已达到了恐怖的9书，已经达到了2代祖的高度。不得不说，雷祖这个糟老头子虽然不干人事，但他确实是懂舍己为远的。希望几日后的祖地试炼会更多惊喜。这时却出现了一点，只见江玄体内忽而生出了幽暗的静止，漆黑的图腾仿若之阴至邪之物，令人毛骨悚然。整个大殿顿时如入冰窖。张玄不受控制的打了一个寒战，就在他惊异不定的时候，如同陡然飞起落在了江玄的眉心，一道阴瑟瑟的诡谲笑声于心神中响起：接受本尊的诅咒吧，你们的子孙将永远活在恐惧中，直至灭亡。江轩直接昏死了过去。返回泰国，人族征战星空万族，8大王族镇守9天8荒，是神鹿仙图谋斩妖。在谷中末一战，8大王族亿万人族修士逆星河而上，杀向妖族阻力，妖异的鲜血如大河一般奔腾，妖族死伤殆尽。祖地倾覆只是朝夕之间，苍冥妖帝节节败退，无力回天。愤怒之下，索性以自身地区为祭，施以滔天诅咒。漆黑的火焰在苍冥妖帝那囚笼盘踞的地区上尽力的燃起，其中的骨灰组成了一个漆黑的图腾，毒藤掩盖了混沌虚无，朝着8大人网络照而去，化为一道道静止，涌入了他们的体内。8大王族，接受本尊的诅咒吧，你们的子孙将永远活在恐惧中，直至灭亡。江泉顿时惊醒，眸中闪烁着惊鱼，下意识地触摸了一下眉心漆黑的图腾，相关信息涌入心神心底，不由得一刹。江玄露出了一抹苦笑。昌明妖帝的诅咒依稀可见，江玄的鬓角本该苍劲的黑发竟枯萎了几分。根据血脉反馈，太古周末一战，苍明妖帝以自身地区为祭，8大王族鼓下了滔天诅咒，血脉浓度越高，寿元锐减的越多，浓度达到90的减少60%寿命，也就是说，江泉的寿元最多只能达到300年。张玄摇了摇头，暗自低声道：就算是顶尖妖孽，300年撑死也就达到天元吧，尽可能多的争取修炼资源。玄机将玄起身出关，少族长之位这次必须争到手，才能调动整个江家的资源，更快的提升修为。江玄却没想到，在接下来在祖地试炼的王兽腹地中，家族的名义上是用来试炼江家弟子，实则是在培育那颗镇压在密地中心的真龙蛋。龙族乃是傲视于诸天之上的绝对霸主，是有修士靠近，处之必死。连及他一步踏空来到宗祠，数百道目光齐齐汇聚而来，族老以及众长老。而此次参加试炼的数百位江家天骄皆已等待多时。族老注视着江玄，见他的气息虽浑厚了很多，依然仍在入神境，未能踏足化灵际，心中一样宽慰道：玄儿，此次少族长之争恐有变故，若是有不可为，大可放弃。各方游历在外的天骄很多都已经迈入了华灵境，江玄却仍在入神境，势必会处于劣势。更何况还有踏足化灵巅峰的少尊江乾坤，大宋长老也是如此纷纷相权。江玄眉头微皱，因寿元锐减，他现在心情十分不好，随即冷淡的目光扫射过众长老，淡淡的：少族长之位必须是我的。旋即大步迈入传送阵法，前往祖地。众人愕然，满面惊疑，江玄哪来的信心？卢老眼眸微垂，他是看着江玄长大的，今天的江玄似乎有点不对劲，若不是修炼出了岔子，滋生了心魔，族老心底涌起了丝丝担忧。祖地就在方家神山中，此时一座漂浮在虚无之上，大道锁链捆绑住的古老神木缓缓地飘荡而来，古老的气机涌出，镇压万千嘶后的凶手。玄妙的大道规则逐渐演化出了一位朦胧的虚影，身着纯白道袍，面容模糊，让天骄顿时露出了狂热的崇敬之色。是山祖。上古之后，江家第一人气运无双，年轻之时偶获无上强者跨越时空传道，当悟山海秘术正道成神，主宰玄天一个时代。三祖朦胧的眼眸微抬，淡淡的：眼前这道大将乃我江家2代祖所开辟，身处狂揽3万奇珍异兽置入其中，为江家子孙试炼之地。进入万兽秘的竭力屠兽，每取一投入神经异兽精确，可得1点积分。霸凌进精血的10点积分必旋进100点，10日内积分第一，奖励一株道药。切记，在积分前，使者有资格进入神木，接受5等传承。用天骄顿时心头火热，就连呼吸都急促了几分。珍惜程度，就算是尊者都未必能拥有。至于神木之中那些先祖的传承，更是可望而不可求的参天造化。世间天骄们皆满怀斗志，毫不犹豫地踏入了大江，进入万兽秘地。将被缓缓抽出背负的灵剑，一剑斩将。神力地剑气竟直接将滔滔江水一分为二。4位少尊，你们的位置该挪一挪了。江北冷笑了一声，抽身3000剑气纷飞而起，竟直接瞬杀数头化灵精一手，足足30分的积分，一跃来到了第一。江玄眉头皆是一种，此次祖地是争得世少族长之位，但言之是他们4尊之间的较量。而江玄望着繁涌的大病，没有什么动作。刚才读取了雷祖记忆中关于万兽秘地的信息，得知了一个有趣的隐秘：2代祖开辟万兽秘敌，名义上是用来试炼江家弟子，实则是在培育那颗镇压在秘地中心的真龙蛋。
江泉挑了挑眉，二代族好大的手笔，并想呼唤一头独属于江家的护族神兽。昆龙的强大，就算是远古神魔也要退避三舍。只是远古终末之际，万族都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，几经灭亡。自那后，诸天之上再也不见龙族身影。气氛榜低，江玄灵光一闪，好像有空子可以钻，旋即化作一道神光进入大江，根本不在意周遭的异兽，直接往黄土中心地带激射而去。而龙蛋在守河愁，异兽惊寻。直没有动身的江乾坤见江玄进入其中，眸底闪过一抹金光，手指生出阴阳之气，在山河山上点了点，传出了一道密令，分落荒土各方的天骄中。三位天骄眸光闪烁了一下，悄然隐匿了身形，不再猎杀异兽，而是向江泉的方向急速掠去。他们的气息赫然达到了化灵中期。江乾坤嘴角扬起了一抹轻蔑的笑容：三个华灵中期一同伏杀你，江玄你死的也算光荣吗？这一次他带着圣主的重托而来，若能顺利夺得江家少族长之位，一台阴阳圣地真传的身份，秒变万万人之上的圣子。与此同时，荒土东南方向的3000山脉中没有半点停顿，江玄直接向真龙蛋所在的中心区域疾驰，一路上惊动了不少天骄，纷纷投来了疑惑的目光：江玄少尊为何不猎杀异兽？可紧接着又出现了10余未化灵境的天骄掠空疾驰，仿若在追击江玄。这一幕看在众人眼中更猛了，难道有一宝出世？片刻后，3位天骄追击江玄，果断祭出杀伐神通，轰隆隆银蛇，狂舞血河奔腾，地方山脉随之坍塌，犹若天灾。不灭雷体自行护主，一道道古老的雷纹飞舞，将神通尽速抵挡了下来。江玄回望三人，眉头微微皱起：你们来自哪一脉？不顾袭击本少尊，你们是活得不耐烦了？3位天骄彼此互视了一眼，到底都带着似有似无的笑意和嘲梦。为首的江广身着黑袍，眼神之中带着居高临下的俯瞰意味。究竟哪来的脸一直霸占着少尊之位，享受族内大量修炼资源？呵，江玄不可知否的一笑。因诅咒铃声，江玄的心情很不好，一直憋着一股戾气，直到现在，他想杀人了。江广明笑了一声，乾坤少主救了他的性命，他报恩追随左右，今天他便要用手中的宽刀亲自斩杀江雪。什么玩意也配做我江家少尊？眨眼之间，横越100丈距离顺至江泉身前，宽刀力劈而下眼，画出一道足有100丈的刀罡。这是血罡刀诀，他是江广。尾随而来的天骄中，有人认出了江广的身份，顿时睁大了双眼睛不出声。什么？众人皆是心头一震，是那个觉醒了刀体，3年筑基5年入神10年化灵的江广吗？听说他3年前入世修行，以化灵中期的修为逆法的天魔宗的一位化灵后期的魔子，遭到了天国宗的追杀，整整3年音信全无。没想到他居然没死，有人失语惊叹，江广胆子也真够大的，居然敢趁失恋的时候对江玄少尊下杀手。若是长老追究起来他，恐怕要免不了重罚。面对江广斩来的刀罡，江玄冷冷地吐出一句找死，右手伸出古老的雷纹，与苍劲的胳膊上明暗交汇，雷之大道的道则犹若粗壮的锁链缠绕其上，伴随着咔咔咔的清脆声，100丈大小的血杀刀罡就如同土鸡瓦狗一样瞬间崩碎。江广发出了不可置信的低吼，江玄不过才入神境，怎么可能击溃他这一刀？伴随着江广凄厉的惨叫声，无数天骄为之心惊肉跳。李江广的天赋和战力，放眼江家青年一代也足以排得进前10，可在江泉少尊面前，只能任其蹂躏，犹若蝼蚁。江玄轻描淡写看向与江广同行而来的2位天骄，说罢：是谁指使你们来的？2位天骄眼皮直跳，心里早已被恐惧所吞噬。我们说，只求少尊能放我们一条生路，你们还不配和我讨价还价？冷淡的声音响起。江玄捏住了对方的脖颈，霸道地侵入2人尸骸，撕碎对方的神魂，读取对方的记忆。片刻后，江玄眸底掠过一抹深邃的冷光，将乾坤放向苍穹那里，悬挂着记录各位天骄积分的光幕投影。不过一炷香的时间，江乾坤已经猎取了62积分，暂时位列第一。江玄眼眸深邃了几分，而后转身掠空向中心的待疾驰而去。半个时辰后，江玄的身影出现在了荒土中心地带的万丈峡谷之上，冥冥中感受到了一种来自于生命层次的压制。联想真龙蛋的记载，江玄猜测真龙蛋恐怕快要孵化了。江玄心头顿时火热了起来，没有犹豫，直接穿越黑雾进入了峡谷。大江外立足于神木之上的古祖注意到了这一幕，不由得露出了惊奇的笑容。这小子有点意思。古祖是自上古之后的江家炼体第一人，手撕真神，肉身横渡星河，皆是轻而易举之事。这小子是运道好，还是事先已经获得了真龙蛋的隐秘？足足与其中带着几分诧异和疑惑。莫非他就是那位血脉返祖达到95的弟子？五祖眉宇微凝，一目看向其他正在猎杀异兽的天骄，一看剧中天骄的天资战力已然尽收眼底，一抹失望悄然划过。光靠这些弟子，我江家的未来堪忧啊！山族点了点头认同道：若想保住长生世家的地位，在伊犁玄天100万年必须走出一个妖孽。五祖眉头紧皱，听闻我江家此代4尊皆有正道之资，若是获得5等传承，必能更进一步，难道还不足以称之为妖孽？山祖摇头失笑，放在往事足矣，此事却过于勉强。如祖面露凝色，依你之言，我江家此事莫不是难逃大检？山族俯瞰大江内部，呵呵一笑，倒也不是。4位血脉返祖至95的弟子，还有那位近来降生的神骨，皆是妖孽之资，全力培养，不是没有机会成就绝世妖孽。破开了重重黑雾，江轩总算抵达了峡谷的谷底，在应该漆黑无光的峡谷中，却极为诡异地亮如白昼。入目一道道狰狞的青铜古兽雕塑巍峨着明。令人费解的是，这些古兽雕塑全都面朝中央的青铜重点，就好像在恭声膜拜着什么一般。江玄谨慎地踱步前行，来到青铜重顶前，重顶足有10丈高，仿若一座小山。张玄下意识地伸出手触摸了一下底身的纹路，一抹深邃的玄光掠起如针芒一般刺入江泉的掌心。
江泉吃痛，下意识就要缩回手，但心底却响起了一道稚嫩的龙吟声，好似在指引着他，让他保持现在的状态。真龙要孵化了吗？江玄若有所思，于是将手掌紧紧地贴在重鼎上，鲜血自掌心涌出。自青铜重鼎内传出了清脆的破壳声，一股神圣的气息瞬间便充斥满整个峡谷。气息席卷之处，凶煞的异兽皆带着深深的恐惧和敬畏，普通的匍匐在地。一众天骄见此一幕，惊奇不已，看着瑟瑟发抖的异兽，便要进行收割。这些可都是积分了，若是趁机宰个成百上千头异兽，他们绝对可以登临积分榜前10，获得进入神墓接受先祖传承的机会。就在这15号，一声激昂的龙吟声炸响天地，引得整个荒土一阵颤抖，无数山脉随之崩裂，紧接着苍穹一变，风云逆转，空中的血影发出了一声低沉的龙鸣，而后迅速收缩，化为一道金光，破开虚空，向万丈峡谷之中青铜重鼎击射而去。一向潇洒吗？一头头匍匐着的异兽纷纷起身，带着狂热的目光向万丈峡谷方向安静的疾驰，速度很快，却没有半点声音。若俯瞰这诡谲的一幕，定会心惊胆寒。这是万兽归巢，而一众本在猎杀异兽的天骄满泽，全都呆滞在了原地。那道虚影是真龙，若是真能获得真龙残场，定然可以铸就无上道基，走出玄天界，游历诸天。现在还猎杀什么异兽啊？老祖传承再怎么强大，也远不及真龙传承。所有人的心头火热了起来，纷纷动身前往峡谷。还真让这小子成功了。古祖神情略显古怪，这小子好大的运气。第2代祖开辟万兽秘的炼华，改造那颗真龙蛋，至今已经过去了近1000万年之久。1000万年的时间里，没有一个天骄能收复真龙幼崽。事实上，他和山祖当年进行祖地试炼的时候，也都曾尝试过。可面对那如同死寂的青铜重鼎，全都闪闪放弃。神龙幼崽破桥而出，需要难以想象的机缘和契约。此子气运惊人，倒也是个妖孽苗子。山祖眼眸深邃淡淡的，但想要在这么多天骄的机遇下手逐真龙幼崽，那就要看他的真本事了。但论4位少尊，江玄的实力也是垫底的。与此同时，万丈峡谷谷底神圣的金光激射而来，灌入了青铜重典的内部。稚嫩的龙吟声再次响起，片刻后，无形的龙吟声更是聚散出泛散着金光，柔若实质一般的波纹一圈一圈向外发散。奇怪的是，这些波纹掠过江玄之时，竟全都突兀的消失无踪。他仿若融入了江玄的身体，对此江玄并无感知，他正专注于他掌心汩汩流出的鲜血。这个过程十分缓慢，缓慢到整个荒土数万头异兽人都汇聚到了万丈峡谷悬崖峭壁的左右，狂热的匍匐在地，对着峡谷表露出匪夷所思的虔诚情。和江家参加祖地试炼的300余位天骄已经破开了黑雾，纷纷坠落谷底，出现在了江玄的视线之中。一道道灰色的目光聚焦在江玄的身上，有所猜测，却又不敢轻举妄动。真龙虚影的意象或许便是江泉移动，但真龙传承尚未出现，他们不敢确定，若是惊扰了江玄，会不会搅乱了真龙传承现世的时机，所以他们选择了静默的等待。在冥冥中，江玄听到了一些极为遥远的声音：我乃江家后人，我乃江家2代族长江空，我游历星空之时，百般推演之下，开辟此方万兽秘敌。此次供养真龙蛋，欲将其炼化为我江家护族神兽。青龙乃诸天霸主，桀骜霸道，宁死不屈。纵使刚破壳而出的真龙，又在一世如此，想要完全收服，并非易事。参加后人理当以血浸染青铜重典，掌握无流于其上的禁制神通，以此禁制神通，方可收服真龙幼崽。注意，此禁制乃吾以大神通符以江家王族血脉创造而成。江家血脉浓度不足90者，妄自催动禁制，恐会耗尽精血而死，切记切记。张玄看着面前的青铜重铁，嘴角忍不住抽了抽，他的鲜血已经浸满了整个重典，高野的鲜血编织成了一道道玄奥而又古老的血褐色精致。当玄乎而生出玄妙的感觉，好似铜鼎内的真龙又在产生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。我想出去，稚嫩的童声于江泉心神中响起。江玄愣了一下神，自己这就把真龙幼崽收服了，好像太简单了吧？这不符合我一贯的境遇啊！沉默了片刻，江玄勉强接受了这个事实。其中天骄见此一幕，下意识的并准呼吸。很快，彭一声沉重昏迷，青铜重鼎陡然崩溃，星光璀璨的真龙又在腾跃而出，神圣的金光照耀万丈峡谷，霸道的无上威势横压一方天地。不服在峡谷两岸的万千一手激动作狂，连连叩首，以此恭迎无上真龙的降生。另一边的峡谷内部是真龙幼崽，一众天骄全都露出了震惊的神情。他们本以为是真龙传承出世，从来没想到现世竟然是一头活生生的纯血真龙幼崽。成年的真龙皆有堪比神魔的恐怖威力，若是能成功收服，这意味着他们将会多了一位神魔相助。几乎是一瞬间，江北已然提剑冲向了真龙幼崽。若夺得真龙幼崽，他必然可以凌驾4尊，夺得少族长之位。真龙幼崽可不是你有资格染指的。少尊之一的江峰怒目圆睁，怒喝一声，随之冲了出去，拦住了江北。当然，在场的所有天骄，谁不是江峰这样的心思呢？全都眼红了。此时无敌全场的江乾坤心也乱了，300余位天骄全都动了。江玄乐呵呵地看着300余位天骄混战，丝毫不急，选了个视野好又十分隐蔽的地方坐了下来，嗑着瓜子看着戏。江泉甚至都期待这些天骄一人来一下把江乾坤给堆死，就算堆不死重创也行。原来他同江乾坤没有半毛钱交集，唯一的利益冲突便是少族长之位。公平竞争，若是技不如人，自己也不会有半句埋怨。偏偏江乾坤这个坏逼他不干人事，居然派人暗中伏杀自己，仇也结下了。300余位天骄的混战仍在持续着，且愈演愈烈，正面应战。这种天骄对于江乾坤等3位少尊的实力，才算是有了直观而又清晰的认知。他江乾坤一当时游刃有余，换言之，他的战力之强，恐怕已经比肩的玄机了。一场混战俨然陷入了僵局，可把看戏的江玄给急坏了。他还等着江乾坤负伤，自己上去来一刀呢，别他妈愚蠢啊！江玄忍不住骂道：“
你们200多号人分散开来干嘛？一起对江乾坤，不特么早把他堆死。不过江玄也只是小声说说，毕竟这话若真喊出去了，这些人大概率会注意到他，然后集火。毕竟江玄也是4尊之一，而且如神境的修为，看起来最好欺负。你吃的是啥？我也要吃。这时，江雪的眼前突兀的出现了一截挥着肉嘟嘟的小手，从祖老那弄来的灵果种子，自己炒的瓜子。江玄下意识的回应着，一旦忽然一震，哪来的声音？侧目看去，自己身旁竟站着一个扎着麻花辫的女孩，2只水汪汪的大眼睛直勾勾的盯着自己手中的瓜子。当玄头皮一麻，这个女娃什么时候出现的？自己居然一点察觉都没有。最关键的是，江泉注意到这个女娃是漂浮在地面上的，而且没有半点灵力波动，这意味着她会飞。当玄整队人都僵住了，下意识的代入过往，直接笃定这是活了不知道多少年的老妖怪天山头脑。